夏天呢，其实已经来了很久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们肯定会没有胃口，怎么办呢？看我哈，今天教你做那个非常适合夏天吃的菜。先做第一个冰镇豆芽，这个豆芽我用的是绿豆芽。如果你有时间呢，可以把这个下面根部给它剪掉。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食材是这个青笋，我们给它切成丝儿。这个青笋和豆芽都是比较脆嫩的食材，尤其适合拿来凉拌，吃起来很脆的。好，水开之后呢，我们给点油。 锅里喷点油，来点盐，先把豆芽掸一下。好，开了之后呢，我们下入这个青笋丝，青笋丝要烫一下就好了，不要掸得特别久，不然的话它就失去脆度了。差不多有个10秒钟，直接给它捞起来。这边准备个冰水，快速放入冰水中，给它降温。接着我们调个料汁儿，再往里加点蒜蓉，干葱末。 切成丝的小米椒，好，加一勺豆豉，给它搅拌一下。好，5成油温烧到之后，我们给它浇香。高温碗啊，高温的玻璃碗，记住。好，做个简单的调味。好，1勺半的生抽，半勺蚝油，1小勺的盐，少许的糖。好，陈醋小半勺，一起给它搅拌均匀。 好，这个汁儿就调好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把这个水稍微沥干一下，我们来装盘。最后我们把这调好的汁儿直接给均匀的浇在上面就好了。接下来给它做个葱油蛏子。蛏子呢，我们尽量给它泡泡水，把多的沙让它吐出来，清洗干净。 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加点姜葱，加点花椒酒，下入蛏子，给它焯熟。好，焯熟之后，我们快速给它捞出来，不要冲水，我们直接取肉。取肉的时候，顺便就把边边的渣渣这些给它扯干净。接着我们炼个葱油，烧热之后呢，加入这个姜葱，下那个香葱和这个小干葱，我们给它煎一煎，炸一炸。如果你们有这种小干葱，其实加普通的洋葱都可以，甚至说大葱都行。葱呢就用个2种、3种是最好的。好，我们煎到这种葱有点微微发黄这种状态之后呢，加入少许的清水，再给它调味，有个2勺的生抽。 半勺的蚝油，少许的糖。盖上盖子，我们稍微给它熬煮一下，熬煮个1分钟。好，1分钟以后呢，我们直接给它倒出来，用个过滤网。好，直接浇入刚刚我们扯好的汁儿，稍微来点葱丝点缀一下。 夏天呢，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菠萝，但是用菠萝来做菜，你吃过没有？今天做一个菠萝拌牛肉。好，这是一坨牛里脊，我给它切成了一个牛肉片，我们给它洗一洗。洗完之后呢，我们把多的水分稍微给它沥一沥，拿个厨房纸巾再给它吸一吸。好，接着我们开始做个腌制。好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来点黑胡椒，因为是凉拌的话，你可以用黑胡椒或白胡椒都可以。再来点花椒酒。 好，2勺的生抽，好，小半勺的老抽，给它上点颜色，直接揉起来哈。现在直接开始揉，给它揉均匀。先把第一步把这个盐味全部揉到这个肉里面，这样去拍打它，再来加水，给它做个简单的按摩，拍打它，这样的话它水分啊、盐味它就会全部吸收到肉里面去了。这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这个肉已经出胶了哈。 它用胶质之后，你看就这种状态。接着我们要加姜葱水，加水的目的是去腥，同时还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嫩度，给这个肉呢重新再注入姜葱水，这个肉就会嫩了。这里呢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加什么蛋清，如果你没有姜葱水，可以加点蛋清，也能增加这个肉的嫩度。好，再加第2次，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加，不要一次性加太多。就像吃饭一样，一顿是吃不了多少的啊，慢慢来。
水质全部加进去，我们再加粉。如果水没有加进去，你发现它会脱水。你再加粉的话，就是你的菜不管是炒还是汆出来，它全部都会脱浆，这步很重要。水打进去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涂淀粉。这个目的也是，不管是我们炒还是去滑的时候，它表面有一层保护层。这时候就1只手就够了，要揉均匀。最后再来点油，简单揉一下。好，这个牛肉就腌制完成，我们放一边。接下来做个料汁儿。接着我们找一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把这些料头给它浇香一下。葱花就这种葱头啊，就是葱花这个头，没有叶子啊。来点蒜蓉、小米椒，不吃辣的朋友可以不用加小米椒。搅拌均匀。好，这油温烧到6成之后，我们给它浇香一下。好，调味，这时候给少许的盐，因为我们的牛肉里面腌的时候就有盐味了。这个时候你的盐不要特别多哈，给点白糖，生抽加3勺，蚝油加半勺。这里如果你家里面有鱼露啊，你可以稍微加点鱼露；没有的话，加点蒸鱼豉油，蒸鱼豉油加个半勺。好，再加入半勺的芝麻香油。这个就是之前有些朋友会问我什么小磨香油啊、芝麻香，它都是一类。好，这个汁儿就调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汆烫一下牛肉，水开之后呢，在锅里加点姜葱，来点花椒酒。这个时候火不要太大哈，慢慢的下入我们腌好的牛肉片，给它放进去，简单汆烫一下。下去之后呢，尽量让它保持这种微开的状态，火不要太大，太大的话就把粉给它冲掉了。我给它汆烫一下，好，可以了，差不多有个1分钟，给它捞出来，顺便就把个姜葱给它叼出来，不要了。好，我们稍让它稍微冷却一下，就开始来拌。把之前调的料汁儿倒进去，放点香菜，加点菠萝，搅拌均匀。好，可以装盘了，走。接着做一个柠檬鸡丝。锅中水开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下入鸡胸肉，来点姜葱、花椒酒、白胡椒粒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盖上盖子，把它调到最小火，让它浸煮10分钟。之后直接把火关掉，再焖10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给它捞出来，趁热呢，用手给它撕成丝，尽量用这种清煮的方式，先煮个10分钟，用微火煮个10分钟，把火关掉，再浸10分钟，它出来就这种比较的嫩。这个不要用刀切，我们直接用手撕就好了，有点像夏天吃的那个鸡丝凉面一样。有些朋友家如果有那种低温慢煮机啊，煮个鸡胸啊就更好。没有啊，可以采用我这种方式。好，撕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凉拌。先要做一个蒜汁儿，这里是4个小米椒，1小块姜，我们加2颗蒜，给它捣融。中途再把这个香菜给直接丢下去，一起中它，把它捣融。好，剁融之后呢，接下来直接在里面调料啊，给小勺盐，一点白糖，1勺半的生抽，蚝油半勺，来2勺芝麻香油，泰式甜辣鸡酱。好，直接给它搅拌均匀，直接把这个调的酱倒入鸡丝中。好，我们提前备好了一个青椒丝、甜椒丝、胡萝卜丝、青柠檬，再来点柠檬汁儿、香菜梗，一起给它搅拌均匀。这个菜最好是拌好之后拿去冻一下再来吃。好，我们来装盘。我们现在做第5个菜，过3关炸大虾。好，我们的大虾呢，去头、去壳、去虾线，给它冲洗干净。洗过之后要用厨房纸巾再给它吸水分。接下来做个简单的腌制，加入姜葱、现磨的黑胡椒。好，少许的盐，来点花椒酒，要揉均匀。
稍微腌制个5分钟。5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打3个鸡蛋，筷子给它搅散，接着开始过3关炸这个虾。好，我们先裹上一层土豆淀粉，干的，接着裹一层蛋液，再裹上一层面包糠。好，放入盘中，这就裹好了。接着我们在锅里倒点油，开始油炸。如果你在家里面炸呢，可以用小奶锅，这样它比较省油一些。因为我这拍视频，所以说用大锅来炸比较快。好，我们有个4成油温，开始慢慢的下。如果你在家里面你不知道怎么炸，或者是掌握不了油温，你看可以拿像这样啊，拿一个来试一下。好，这个油温就合适了。你可以先炸一个，炸起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，确定这个油温合不合适。合适的话，你接着再放，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啊。这里给大家做个演示啊。哦，尾巴有水分，爆了一下，没事，极个别意外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看炸到这种金黄色，我们待会儿再复炸一下。这就是方式，你可以把它测好之后，再来一起下啊。这种温度要直接稳住就好了，不要太高，太高的话它就会把外面炸糊了，让它沁炸的方式。好，我们给它打起来。这时候用过滤网把里面的渣给它打一下，我们再来复炸。因为这个面包糠渣渣你不打的话，它很容易把它炸得非常的黑，你的油就会黑了。把它打干净，我们再来复炸。过3关呢，可以炸很多东西，比如你家里面炸鸡腿啊、炸鱿鱼圈啊、炸这个大虾都可以，比较简单，只需要这么一个蛋，然后裹点生粉，再配上点面包糠就可以做了。好，5成油温下去，我们再复炸一次。虾炸完之后，接下来教大家调个酱，这个是个现成的黄芥末酱，我们配点这个芥末在里面，吃起来有种很清爽的感觉。好，可以了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最后一个菜呢，给大家做一个椰子鸡。这个鸡呢是个文昌鸡，我们这儿买不到，就是那种新鲜的，只能在网上去买。这要砍这种小块儿。如果你是买那种新鲜的文昌鸡，其实就给它漂水，直接下锅炖就好。因为这个是冻过的，我们给它待会儿需要焯个水。炖鸡汤可以宰大一点，不要宰得特别的小。做这个椰子鸡呢，如果你的鸡就是买不到这种文昌鸡也没关系，可以用普通的什么土鸡啊、三黄鸡可以代替。但是椰子的话，这个必须得用椰子啊。虽然我也没砍过什么椰子，我看一下是不是专业的啊。把这个头给它削出来。兄弟们，这个菜有点难哦。这个有点像敲不开哦。好，开了，终于开了哈。顺着这个边缘啊。好，这个水呢，我们直接给它倒入这个砂锅中。好，这个肉直接给它挖出来。好，再来开第二个啊。
这撬不开哎。这个楼下待会儿都问我。失败了。怎么撬不动啊？怎么是软的呢？为什么是软的呢？你们告诉我一下啊！它怎么是软的很？哎，我来砍到。哎呀，太恼火，真的标志水这个没去过这个好搞，真的。哎呀，好，来，哎，拿个网过滤一下。哎，这个里边宰的时候因为有些渣给它过滤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取第3个。好，顺着这个裂缝的地方啊，主要刚刚没经验，现在搞过来就有点那种感觉了哈。就像一个厨师，你要做一个肉菜，不可能去杀猪一样。这个我真没干过这个啊，让大家见笑啊。好，一样的我们给它过滤出来。好，3个叶子全部给它挖出来。好，这个挖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给它洗一下，有些渣给它叼掉啊，稍微给它简单洗一下，不要把这个木渣的都炖到汤里面去。好，冷水下锅，我们把鸡肉先焯个水，来点姜葱、花雕酒，烧开以后呢，把这浮沫给它打掉。好，把鸡肉快速的捞出来，冲洗一下。冲洗的时候，我们用热水去冲洗它。好，烧开之后呢，我们下入鸡肉，来点块姜，拍破的姜，直接把这个鸡肉倒进去，一起去炖它。好，中小火，我们先炖1个小时。好，我们在炖汤的同时，可以打一个碟子。这个碟子干什么用呢？待会儿那个鸡肉的话，大家可以喝汤。想一些吃胃重一点的，可以蘸一下。好，给点小米椒，来点蒜蓉和这个干葱末。不吃辣就不要加小米椒，可以加什么香菜啊、葱啊这些都可以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。好，这油烧到5成热，我们给它浇香一下。这是一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记住哈，一定要用高温的玻璃碗。开始调味，我给2勺的生抽。半勺的芝麻香油，半勺的蒸鱼豉油，蚝油来半勺，1小勺的盐，1小勺的白糖，好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最后放入葱花，好，这个料汁就打好了。好，1个小时以后呢，我们放入这个枸杞。夏天自己吃就不要去放什么大枣，加枸杞就可以了。我们再炖个5分钟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5分钟以后呢，我们直接出锅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6道关于夏天吃的菜品，尤其是前面的4个的话，凉菜你吃的时候稍微给它冻一下，这样的话吃起来更加的爽口一些。最后这个汤呢，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吃不了这种原汤的朋友，可以稍微加点盐，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去调整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偶像。